网红猫一杯因为一个小小的造假视频就遭到政府的严厉惩治，转眼间3000万粉丝蒸发，各大社交平台个人账号整个人也被逐出网络空间。这血淋淋的下场让台湾网红直接吓傻，按这标准，台湾超一半网红都得被封杀呀！你以为这只是单纯的造假被重罚，别被表面现象迷惑了，背后暗藏3大杀机，任何网红轻易碰了都要人头落地。今天的猫一杯活受罪，未来你我他也免不了被斩的厄运，只因他点着了那根烧不尽的狼烟。杀机1：戏弄了14亿奴隶主人。2月，网红猫一杯在社交平台上放了一个巴黎捡到中国小学生秦朗遗失作业本的视频，着实让央视们当马仔忙活了一阵。后来警方查出根本没这号人，视频竟是他和同伙导演拍的，真是太蛮横不讲理了。在中国可不能乱开这种玩笑，因为视频一出，立马有上亿网民相信并狂热转发。央视等官媒也真虎头被忽悠瞎操心，向全国发出寻人启事。几个月后被人拆穿是个骗局，这岂不是间接愚弄了14亿人？在中国社会，这就是死罪了。有媒体人说得好，他得罪了公权力，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14亿人民奴隶乖乖被他捉弄，怎能不令奴隶主人恼羞成怒？有网友说，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至于这么狠吗？你真把当权者当傻子，只要一有隐患威胁到他们的绝对权利，立马斩草除根。如果猫一杯这次编造无伤大雅的谎言都能让央视们自个难堪，万一他下次编更可怕的假新闻，那影响力会爆到哪里去？所以不杀他灭了这个祸根，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杀机2：影射了当权者的伪善面具。更狡猾的是，秦朗丢失作业本这个视频影射了中国政府最近为减轻学生负担而推出禁止小学生做家庭作业的减负新政。一个充满嘲讽意味的小笑话，竟然讽刺了当权者正经八百的一纸空文政策。在这种体制下，这可是对上亿的公然挑衅和羞辱啊！当时如果秦朗只是个虚构的名字，当权者或许懒得计较，但猫一杯把秦朗明确定位为哪个学校哪个年级的学生后，整个政府的教育体系就被他牵扯进来。为了证明自己减负新政的严肃性，教育主管们不得不被动查证此事。最后一查，原来根本就是猫一杯为了博眼球而虚构的荒诞段子，你说气人不气人？为了一个年轻小网红的恶作剧，多少官员白白头疼了一场，这怎能不让当权者恼羞成怒，认定他是在公然嘲笑领导人？一个毛贼小网红愚弄了老人家痴心做出的政策，将伟大的国策从神坛上拉下，这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所以封杀他再正常不过，这就是对付叛徒的标准做法。杀机3：挑战言论高压管控的宣言战。再进一步说，猫一杯事件其实是制作造假内容的网红和政府之间的较量，是一场言论自由与审查监控的宣言战。有评论人士说得好，这件事暴露出中国多年来层层加码的信息监控体系，其实常常会被造假者钻了空子。只要内容不涉及政治领域，各种造假谣言、低级趣味信息就能通过社交媒体等渠道横行蔓延。因为不涉政治本身其实就已经是一种政治态度，是在暗中宣示不会威胁体制。所以政府往往睁只眼闭只眼，态度也是流量终归国有，你们捞一把也无妥。可是哪个网红敢真把14亿人当成流量奴隶？只要挑衅了当权者的权威，立马就会遭到封杀。这不就是猫一杯的结局吗？张口就造假段子，是自己高于14亿诸高人民，还想当网红中的网红。所以点着这根狼烟的猫一杯，注定要被罚当作替罪羊。这是对所有造假网红的一个严厉警告，
不要以为自己只是无伤大雅的制造新鲜段子，实际上已经在暗中挑战高压的言论审查。只要哪天哪个造假内容突破了政府的底线，迟早会像猫一杯一样遭殃。网红们啊，人人觉得自己在无关痛痒的开玩笑罢了，可这背后暗涌难测。现在看来，咱们的日子也不太好过了。活在一个真话都可能被杀头的国度里，怎么不提心吊胆、惶惶不安，随时都可能被斩草除根啊！这才是猫一杯事件最残酷的核心，不只是他个人的惨剧，更是所有中国网红无一幸免的宿命。今天的他是祭品，明天轮到谁遭殃还不一定。为了一己之私窥测言论审查的高线在哪里，从此走上视死如归之路，多么令人感伤的一幕人间悲剧啊！恐惧蔓延，谁也别想独善其身。看着猫一杯这个曾经人气旺盛的网红陨落，其他网红们是否也在暗自冷汗直流？毕竟任何人的命运可能都和他一样，随时会遭到同等厄运。事实上，在中国这片封闭的土地上，类似的悲剧一再上演。曾经有一个名叫陈建的农村主播，直播当地人的婚俗民情，结果却被当地公安和宣传部门传唤。因为其视频中暴露出了中国农村的阴暗面，很快就被查禁。知名媒体人罗昌平的下场就更惨了。2021年，他在新浪微博评论中国电影《长津湖》，竟被判刑7个月，罪名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他在微博上曾写道：半个世纪之后，国人少有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就像当年的沙雕连不会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很多人对中国严苛的网络审查制度表示无法理解，觉得只是无伤大雅的娱乐内容，为何要被诸如此类的训诫？但在中国体制下，爱惹是生非的下场往往很惨重，任何偏离的声音都必须付出代价。哪怕只是在网络上制作一些看似无伤大雅的梗图和笑话，也有可能无意中触犯了他们设置的某条高压线。只要引起了专门追踪网络动态的审查员的注意，立马就会遭到严厉惩罚。对于他们来说，哪怕是无心的恶搞和调侃，也会被视为危险的政治讽刺和挑衅。从他们的立场来看，网络就是一个重点管控的领域，只要内容涉及敏感或可能误导民众，就会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所以从根本上说，任何网红都无法独善其身。猫一杯之所以遭此厄运，只是因为他点着了危险的狼烟，如同一叶扁舟踩着了某个禁区的暗礁。这样一来，就只能任凭命运的巨浪将它彻底吞噬殆尽了。网红何许？一群月光族罢了。追根究底，猫一杯以及其他网红们的命运犹如蝼蚁偷生，实在是可怜又可笑。他们最多只是依附体制生存的一群可有可无的月光族，在严酷的审查笼子里，谁也别妄想成为新的太阳。一旦踩着什么红线，下场就是被活活扼杀。这种由来已久的独特生态，早已决定了所有网红的上限，仅此而已。有人或许会说，像李佳琦这些头部网红，其实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和话语权，但归根结底，他们能发挥的空间依旧有限，毕竟一切言行都无法逾越政治红线。更何况，维持所谓网红自由也是权力机器有意而为的，因为这恰恰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娱乐消遣的需求，避免人们把注意力过多集中在重大社会矛盾上。换句话说，当局故意给予少部分网红一些口香糖，就是为了缓解公众对言论自由的渴求。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网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他们的一切都建立在默许和妥协的基础之上，一旦触碰到权力机器的禁区，就会遭到打压。就像这次猫一杯事件一样，他因为影射了国家的减负政策而引火上身。尽管他自己可能只是单纯为了博眼球，
但无意之中却踩到了政权的痛处，这就注定了他必须被当作替罪羊，以儆效尽的命运。从更大的层面上看，每个网红其实都是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做着勉强的生存，不断自我审查，不断克制，时刻谨小慎微，才能勉强维系着自己的网红身份。而一旦有人踩了雷区，就会被迅速清算，以儆效尽。猫一杯之所以惹祸上身，不过是触犯了这条不成文的游戏规则罢了，所以才会惹来上层如此严厉的惩戒，不给他留有任何生路。这是一个硬生生的教训，警示所有人永世不能忘怀。因此，对于中国的网红们来说，他们从一开始的命运就被生生掌控在别人手中。无论表面上是否拥有粉丝和流量，实际上都只是权力机器给予的恩赐和施舍罢了。一旦哪天主子觉得你已经走火入魔，立马就会被完全抹杀。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不过是一群可怜的吃着自己主子的馊饭，活在主子阴影下的月光族罢了。